儿子现在还没有心思考虑人生大事，咱们也不必催，不用着急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海童是不急的，他一双儿女都很优秀，儿子不愁娶，女儿不愁嫁，只要儿子想结婚，多的是女孩子排着队想嫁给他的。洋洋才该考虑了，帮他留心一下有没有合适的，介绍给他认识。我姐嘴上没有催，私底下却和我说让我们多操心洋洋的事。周洋已经过了30岁，不仅他们这些亲戚催着，就是周家那边也盼着周洋早点结婚生娃。周家就只有周洋这一根独苗苗呢。以前不说，现在的周家人对周洋绝对是真心疼爱，就是叶佳妮这个当继母的，也在极力的弥补周洋，盼着周洋好。我洋洋哥眼高于顶，咱们管城的那些千金小姐，洋洋哥是不喜欢的，他就喜欢像我妍妍姐那样的女强人。宝宝说道，可惜妍妍姐被欧阳哥盯得紧，我洋洋哥没有机会。海童笑道，你表哥对妍妍也没有男女之情，他们就是朋友，有兄妹之情，大家都是从小一起玩到大的，熟的不能再熟了。周洋说，太熟悉的人不好下手，况且他对君言真没有男女之情。以前龙庭就试探过周洋的，还说周洋若喜欢君言的话，龙庭可以帮帮忙，他相信周洋的人品。龙庭就看小欧阳不太顺眼，从小就盯着他的宝贝妹妹，他能看顺眼才怪呢。哪怕他知道除了小欧阳，没有几个男人有胆量娶君言，嘴上还是喜欢踩小欧阳几句。洋洋接触过不少女强人，海童没有说下去。周洋接触过很多女强人，不过能混成老总，有资格与陆氏集团谈合作的，都是上了年纪的女强人。年纪与周洋相仿的女强人并不多，他是不爱君言，但欣赏君言。以君言为择偶的标准，还挺难找得到呢。不想那么多，顺其自然吧。他缘分来时自会结婚，老天爷肯定会给他安排一个好女孩的。行了，不聊了，你们父子俩赶紧忙你们的，我到那边去等你们。说着，海童起身走到待客区的沙发坐下来，放下了杯子后，随手在茶几下面拿起一本杂志翻看。战印办公室里时不时就会换一批新的杂志，知道他爱看，也是为了让他等他时打发时间的。战印没有再叭叭，重新跟儿子讨论工作上的事情。傍晚6点半，一家3口才走出办公大厦。宝宝很自然地上了父母的车子，战印扭头看一下儿子，最终什么都没有说。妈，贝贝有电话回来吗？宝宝当作没有看到父亲那个动作，他就喜欢和爸妈在一起，怎么了？爸爸敢把他赶下车吗？赶的话，妈妈就敢让爸爸晚上睡书房。有呀，贝贝说很开心，既我们不用惦记他，他当然开心了，可以玩一个假期。以前读书的时候，我总想着快点毕业，以为毕业了就爽，现在才知道读书才是最爽的。宝宝感叹了一句，他还是个学生时，就不用背负那么重的担子，只需要好好学习就行。相较于学习的苦，工作的苦才叫苦，太累了。谁叫他是长子长孙呢？弟妹们都还小，暂时还没有那个能力挑起这个担子。父母的年纪渐长，他身为长子长兄，自然要挑起重担，让弟妹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。好在他最喜欢做的就是赚钱，对于挑担子没有一点意见，还是个奶娃阿时更爽呢。战印说了儿子一句，对啊，奶娃阿时更爽，真正的无忧无虑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只管吃喝玩乐，跟爸爸抢妈妈。这小子就是诚心气他的。海童笑着催战印开车吧，洋洋在等着咱们呢。宝宝，你不要老和你爸斗嘴。战牧尘笑着，谁叫爸那么小气，总是霸占我的妈妈，妈妈是我和贝贝的。臭小子，没有我哪有你们俩。战印笑骂了儿子一句，
儿子不是不敬他这个当爸爸的，他也不是不疼爱儿子，父子俩相处就这样。一家三口去了东城大酒店，洋洋在1楼大堂厅等着，看到一家三口进来，洋洋起身迎上前去，小姨、姨丈、宝宝。洋洋笑着和表弟拍了一下掌，好久不见。战木晨笑道，是好久不见，表哥是个大忙人，忙得连我们想见你一面都难。没办法的是我忙，你也忙，不就没有时间见面了。周洋很自然地和表弟勾肩搭背的，这段时间哥都在管城，有空咱们两表随时可以相约吃火锅喝酒。叫上苏萌，苏萌呀，他向我请假了。请假？怎么请假了？哦，是去 H 是吧？贝贝才过去没2天呢，他就跟过去。洋洋笑道，担心一个暑假他地位不保。可不是吗？我不同意，他就软硬兼施。我被他烦得很，只得批了他10天半个月的假，让他去找贝贝。我从小就把他当兄弟，他却想着当我妹夫。苏猛在6岁的时候就说了长大后要娶贝贝为妻，他爸妈那个欢喜啊，举双手双脚赞同。他又经常在战家住着，跟宝宝玩成一团，兄弟情深，也是陪着贝贝长大。沈小军在海童面前笑过，说他的长子就送给海童当女婿养了。夫妻俩去战家要接儿子回家，儿子都不肯呢，只能给海童当成女婿养着。洋洋哈哈的笑，阿猛也配得起咱们贝贝，不过贝贝还小，至少还要留他7、8年，就让苏猛慢慢等着吧，反正他都等了10几年，不在乎再多等几年。战木晨想到宝贝妹妹才22岁，又只有一个妹妹，家里长辈绝对不会让妹妹早嫁的，哪怕苏家离战家很近，舍不得呀。就一个闺女，战印恨不得招婿上门，他要是开口招婿上门，苏南夫妻俩也会举双手双脚赞成。反正他们还有个老二。苏猛从小就在战家住着，战家等于是他第2个家，他要上门的话，谁都没有意见。苏猛还要等上好几年，战木晨心里好受点了。洋洋带着海童一家3口上楼，进了他中午招待傅家爷孙俩的那间雅房。小姨，我上楼去请傅总他们下来，菜我已经点好的了，你们看看还有什么想吃的，可以补上。海童说道，你点好了就行，自家酒店你点任何一样菜我们都能吃。对于自家酒店的饭菜，海童夫妻俩那是绝对吃得放心，吃得满意的。你快去请傅董爷孙俩吧，我们先喝杯茶。周阳嗯了一声，扭身出去了。不久后，他就带着傅家爷孙俩进来。傅董年纪大，海童一家3口看到他们进来时，起身打招呼。傅董、傅总、傅董，这3位我想不用我介绍，你们也知道是谁的了。周阳笑道，我小姨和姨丈，还有就是他们的儿子，我的表弟战木晨，现在战氏集团的接班人。傅董笑道，在电视上看过战总和海总，小战总就没有见过，不过小战总和战总很像，不用问也知道是战家的大少爷。大家相互打过招呼，问了好，才坐下来。酒店经理亲自过来伺候。周阳说可以上菜了，经理马上就通知服务员上菜。由于傅氏与陆氏已经签了合同，吃饭的时候便不再谈生意，倒是和乐融融的。饭后，战印父子俩留在酒店和傅董闲聊，周阳则和海童一起带着傅婉宇去逛街。周阳其实可以留在酒店的，但他觉得傅家爷孙是他的客人，不好完全交给小姨，让小姨陪着他都有点过意不去，哪能什么都交给小姨啊？傅婉宁也没有买什么东西，就是随便走走，逛逛，看看，欣赏一下管城的夜景。他和海童倒是相谈甚欢，逛到晚上10点多，回酒店的时候，傅婉宁已经亲热地挽住了海童的手臂。
周扬跟在2个女人的后面，觉得自己成了个跟屁虫。他小姨就是魅力无边，跟谁都合得来，如今是占家的当家太太，也从不摆架子。大家都说他小姨是最接地气的豪门贵妇。周扬手上还提着2个袋子，那是2套衣服，海彤送给傅婉宁的，一套是傅婉宁自己选的女士西装，一套是海彤帮她选的裙子。傅婉宁是不喜欢穿裙子的，她性格如男儿，又常年中性打扮，真不习惯穿裙子。上次穿裙子是什么时候？应该是她4、5岁的时候吧。她记得6岁之后，她便不再穿裙子。小时候她更像个男孩子，跟着爷爷或者妈妈出门时，别人总以为他是个小男孩。别人问他妈妈，他是不是个男孩子？他妈妈总是笑得有点失落，说他是个女孩子，若真的是男孩子就好了。傅婉宁知道妈妈是希望他真的是男孩子。妈妈总说他爸家已经几代单传了，到了他这一代，只有他一个女儿，他没有兄弟姐妹，就是堂兄弟姐妹都没有，只有表兄妹，那是他妈妈娘家那边的亲戚。父亲这边的亲戚只有远房亲戚了，最近的也就是父亲舅家的人，现在来往不多，来往的多的还是他妈娘家的那些亲戚。不过傅婉宁不喜欢他的小姨舅舅们，因为他们老想从傅家要好处，想着霸占瓜分傅氏。他28岁还没有恋爱，舅舅阿姨们着急得很呀，3不5时就给他介绍男朋友，心急的想将她嫁出去，好像将她嫁出去，她就继承不了傅氏集团似的，也不看看她已经接管了傅氏集团。就算她嫁出去，她依旧是傅家的人，傅家的一切依旧她的舅家的人就别想了。爷爷私底下也和她说过，她最要防的就是她妈娘家那些亲戚，因为是她妈妈的血亲，妈妈夹在中间，左右难做人的。况且他妈妈的耳根子有点软，容易被兄弟姐妹拿捏住。傅婉宁庆幸自己有记忆以来都是爷爷在教导他，爷爷感激他妈妈在他爸早亡后没有改嫁，更没有听娘家人的劝说打掉他，更感激妈妈守了20几年的寡，养大了他。但他妈妈的脾性爷爷清楚，如果他由妈妈教导长大，可能会被养废。一旦他被养废，等爷爷100年之后，他哪里守得住傅氏集团？他若由妈妈养大，他也会更亲近舅家一家，听他们的话。爷爷若是走了，他就算接管傅氏集团，也会被他们拿捏住，傅氏集团也会一点点落入他们的手里。最后他和妈妈能否活下去都是未知数呢。爷爷说，有时候捅自己最狠的往往是最亲近的人，叫他一定要防着母亲娘家的所有亲戚。他奶奶家的亲戚虽然也有点野心想法，毕竟隔了一代，没有他妈娘家的亲戚那么猖狂。海阿姨说她穿裙子肯定很美，叫她这2天可以尝试一下。这2天不上班吗？当放假了。在海阿姨的游说下，傅婉宁也实在是喜欢海阿姨给她挑的那条裙子，所以最终收下了海彤送的裙子。回到酒店已经很晚了，傅婉宁很不好意思地对海彤说道，海阿姨，我占用了你1个晚上的时间，阿姨晚上本来就有空，你能陪着阿姨逛逛街，阿姨很开心，应该是阿姨向你道谢才对的。海彤笑道，明天晚上你还想逛街的话，记得打电话给我，我晚上一般不应酬的了，年纪大了不想去应酬喝酒。海阿姨还年轻得很，哪里老了？你和周总走到一块儿，像是姐弟俩，年纪摆在那里，我确实不年轻了。在你们面前，我是阿姨级别，阿姨保养得极好，我妈妈保养的都没有你好。不过我妈妈比海阿姨要大几岁。傅婉宁说的是实话，她母亲没有什么生活压力，定期去做美容，又用最好的护肤品。养颜美容汤也没少喝，跟海彤比起来，他感觉自己的母亲比海彤老了10岁。其实他母亲只比海彤大了2岁而已。
傅婉宁觉得海彤更显年轻，是因为海彤的生活幸福美满，有心爱的丈夫，又儿女双全，不像她母亲早早就守了寡。这28年来，她妈妈的日子也不好过。